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石原新彩医生所著的《空腹时间决定健康》这本书。即使是年纪相同的人，也可能存在着巨大差异。有些人看起来充满了年轻活力，而有些人却显得无精打采，健康状况也不太好。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或许大家已经听说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肥胖、体重过轻、体温偏低、血液粘稠等，这些解释都没错。但实际上，导致上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可能都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人体血液流动的情况，往往是很难以察觉的。大家可能很少会怀疑身体不适是否与血流问题有关。当血流不畅时，身体可能在没有明显症状的情况下逐渐受损。患者可能刚开始只是感觉到身体稍微有点不适，但这种不适最终可能演变成各种健康问题和疾病。尽管各种健康问题和疾病的症状看起来并不相同，但追溯其根源时，我们会发现它们都与血流不畅有关。当然，并不是说所有问题都只由血流不畅引起。各种健康问题和疾病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血流不畅总是一个关键因素，比如倦怠感、体寒、便秘、腹泻、头晕、头痛、肩颈痛、过敏、高脂血症、痛风、糖尿病、动脉硬化、中风、心脏病以及癌症，这些都是血流不畅可能引起的健康问题和疾病的例子。此外，血流不畅还是导致衰老的原因之一。可以说，血流不畅是许多问题的根源。但反过来说，如果能改善血液循环，我们就能保持健康和年轻。最近，随着进食等健康方法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到制造空腹时间的好处。然而，很少有人讨论到制造空腹对血管血流的积极影响。所以我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视频，能让大家学习并深入了解这一点。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老化的原因之一是血流不畅；第二，制造空腹时间是保持健康的秘诀；第三，通过激活胎二的食材来保护毛细血管。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老化的原因之一是血流不畅来开始解释。血流不畅对人体的健康有影响，这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常识了。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血流不畅也是加速人体老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比如，肌肤干燥可能导致毛孔扩张、出现皱纹等肌肤老化问题。即使我们努力喝再多的水，有时也可能不会见效。这是因为原本摄入的水分应该被血流输送到需要水分的细胞中，使皮肤保持水润和弹性。然而，如果血流不畅，无论摄入多少水分，都无法有效地传送到细胞中。过多的水分会堆积在身体的其他部位，进而导致皮肤状况进一步恶化。过多的水分堆积还可能导致浮肿、体寒，甚至引发免疫力下降等各种问题。说到老化，常见的现象包括白发、脱发和头发稀疏等。这些问题的根源同样是头皮的血流不畅，这导致头发无法获得必要的营养素而无法正常生长。如今，通过头部按摩和梳头的方法来促进头皮血液循环，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然而，事实上，如果全身的血液循环良好，头皮的血液循环也会自然改善。当头皮的血液循环改善后，头发的问题也会得到改善，甚至可能年轻起来。除了皮肤和头发问题外，血流不畅还可能导致其他的老化症状，如肥胖、体力下降、尿频、体寒、骨密度低下、更年期综合症、高血压、动脉硬化、认知功能低下等。归根结底，如果血流不畅，无论您摄入多少被认为是有效成分的物质，都无法传递到需要它们的细胞中去，因此您的努力可能会白白浪费。很多人经常只顾及表面，而忽略了症状的根本原因。举例来说，有些人可能因为白头发增多，就试图多吃一些据说对头发有益的食品，或者因为头发变薄，就开始使用生发剂。一旦发烧了，就立即服用退烧药；便秘的时候就吃泻药。
但是这些方法由于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症状迟早还会复发。如果真的想要消除症状，就需要找出问题的根源。几乎所有的身体不适和疾病都与血流问题有关。一旦您意识到这一点，您今后对疾病的应对方式也会自然发生改变。请大家记住，皮肤、肌肉、内脏、骨骼，甚至大脑，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由细胞所构成的。每个细胞都需要从血液中获取营养、氧气和水分来进行活动，这是它们共同的需求。当血液循环良好时，这些物质就能被输送到全身的细胞中去。只有当细胞能够充满活力地工作时，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和年轻，不会受到身体不适、疾病或认知问题的困扰。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制造空腹时间是保持健康的秘诀。前面我们已经充分了解了血流对于保持健康的重要性，接下来让我们来简要讨论一下血管。血液从人体的心脏流出，通过动脉输送到全身，将营养、氧气和水分送达到各个细胞，然后收集废物和二氧化碳，通过静脉再次返回心脏。连接动脉和静脉的是毛细血管，与粗而结实的动脉和静脉不同，毛细血管细小到用我们的肉眼无法看见，直径仅为头发的1/10，约为0.01毫米。毛细血管的结构不像动脉和静脉那样坚固，非常容易破裂。例如，用力捏鼻子会导致鼻子出血，揉搓眼睛会导致眼白部位出现内出血，这些都是毛细血管的特点。然而，正是由于其超细微妙的结构，毛细血管才能够与人体数十亿个小细胞进行交流，支持着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细胞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血管。大家可能听说过幽灵血管这个词，所谓的幽灵血管是指无法正常工作、血流几乎中断的毛细血管。如果毛细血管持续处于这种状态的话，毛细血管自体就会逐渐消失。毛细血管的幽灵化意味着无法为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所必需的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和氧气。这种危害会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尤其是在面部出现黑眼圈、脸色变差、斑点和皱纹增加等问题。这些外观上的变化可能损害我们的自信心，并引起情绪上的困扰。当然，对我们的健康也会带来严重的影响，因为幽灵血管里没有温暖的血液流动，这会很容易导致身体部位的体寒和免疫力下降。血流不畅意味着细胞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也无法有效排出废物，这会增加患各种疾病的风险，并加速衰老。此外，已经发现幽灵血管还与认知功能下降和骨质疏松等疾病有关。那么，为什么毛细血管会衰退呢？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视力、听力和身体各个器官的机能都会下降，毛细血管也会逐渐失去功能。那么，毛细血管从什么时候开始衰退的呢？如果我们将其与视力变差和听力下降相提并论的话，大家可能会认为是在50或60岁时吧。然而，一般来说，从40岁开始，有些人甚至从30多岁开始就会出现毛细血管的减少。另外，据说到了60岁，与毛细血管最健康的20多岁时相比，人体大约有1/4的毛细血管会消失。那么，让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毛细血管是如何衰退的吧。与动脉和静脉相比，毛细血管的结构更为简单。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动脉和静脉有3层结构，而毛细血管只有1层，这一层被称为血管内皮细胞，它的外面贴着 B 细胞。我们要关注的是血管内皮细胞上的肽2分子。虽然这个术语可能有点复杂，但我还是希望您能了解这个存在。肽2分子的作用是促进血管内皮细胞之间以及血管内皮细胞与 B 细胞之间保持适度的间隙，以促进血管的通畅。接着 ，B 细胞会释放出令肽2分子活性的成分，通过肽2分子的作用，适度的间隙得以形成，从而使得营养、氧气和水分能够适时地从毛细血管输送到细胞之中。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肽2分子的含量会减少或功能下降，
这会使细胞间的间隙变得松散，导致氧气和水分供应的紊乱，最终影响全身细胞的正常功能。由此一来，身体就会出现各种不适和疾病的发展。听到这些，可能会有的人会认为年龄是不可战胜的。的确，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个部位出现问题是自然的规律，是无法完全避免的。毛细血管的衰退也是理所当然的。但请大家不要灰心，实际上通过饮食，我们就可以激活胎二分子。所以，只要掌握一些有关饮食的知识，就能使毛细血管保持健康。血流变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老化。长期来看，每个人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血流变差，但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习惯来延缓老化的速度。老化速度也会因人而异，但至少在年轻、健康和有活力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几个共同点：一、定期运动；二、有责任感和成就感的生活；三、不积累压力，时刻保持愉快的心情；四、拥有爱好或学习的兴趣，不断提升自我。大家身边是否有总是保持乐观、充满活力、显得年轻的年长者呢？他们可能具备上述的共同点。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那就是少食的习惯。少食是保持年轻的秘诀。反之，暴饮暴食可能会加速衰老。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一天吃3顿已经太多了。很少见到有人主张大量进食对美容、抗衰老和健康有益。制造空腹时间并确保充分休息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至关重要。我相信大多数人对这些都已经有所了解。作者也提到了一天吃3餐对身体的不利影响。当食物进入胃里时，肠胃必须消化和吸收，这会消耗大量的血液。因此，保持空腹时间可以减少肠胃对血液的需求，使血液能够更多地运送到全身各个部位，从而促进血液、氧气和营养物质到达全身各处，清除废物，让全身细胞充满活力。只要血液仍在流动，毛细血管消失的风险就会降低。相反，如果血液一直被用于肠胃消化，而没有被运送到其他部位，毛细血管可能会逐渐幽灵化。一天吃3餐的人，错过了维持身体健康所需的空腹时间。听到这些，过去一直认为一天吃3餐很正常，或者总是在吃点东西，几乎没有空腹时间的人可能会感到有些不安。也许有些人开始担心自己的毛细血管是否足够健康。有一种方法可以确认毛细血管是否健康，那就是观察汗水是否能顺畅地排出。汗水的排出有助于降低体温。过去人们认为这有助于促进新陈代谢，从而使血液循环更畅通。然而，在现代，随着空调和暖气的普及，许多人的出汗能力减弱了，同时人体原有的体温调节功能也变得不如以前。出汗能力下降和汗腺不打开与毛细血管的衰弱有关。不出汗可能是一个警示信号。汗腺遍布我们的全身，与毛细血管所相连。血液中的水分渗出到汗腺表面，形成汗液。实际上，汗液的原料就是血液。因此，可以想象，血液流动的毛细血管衰弱会影响到出汗。出汗困难会影响体温调节。夏天等不出汗的人应该怀疑毛细血管的健康状况。此外，并不是所有的出汗都是健康的。现在我们来分辨一下不同类型的汗液以及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首先是黏腻的汗液，这种汗液有难闻的气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毛细血管健康状况下降的迹象。如前所述，汗液的原料是血液。从毛细血管渗出到汗腺的水分原本就是血液中的，因此其中含有钾、镁、锌、铁等矿物质。矿物质是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不会轻易通过汗腺排出体外。血液会将从毛细血管渗出的水分和矿物质重新吸收回去。如果毛细血管和汗腺之间的协调配合良好，水分过滤和矿物质再吸收正常，那么汗液就不会有难闻的气味，而是清爽的。因此，如果您的汗液黏腻有异味，
那么可能是未被完全吸收的血液中的矿物质直接排出到身体表面所致的。还有一种不好的汗需要我们注意，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后，身体冷却之后进入炎热的户外，您可能会感到一阵轻松和舒适，直到一段时间后开始感到厚重，然后突然大量出汗。现代人都可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当身体变冷时，汗腺不会认为需要出汗来调节体温，因此会自动关闭，这就导致了在突然进入炎热环境时，身体无法立即做出反应并开始出汗，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如果汗腺功能良好的人，当进行轻微的运动或稍微活动一下身体时，就会立即开始出汗。但是如果汗腺功能较弱的人，即使稍微活动，也可能一点汗都不出，直到某一刻突然像瀑布一样流汗。这样的人可能是由于长时间使用空调导致身体过度冷却，导致汗腺功能迟钝，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汗腺功能不良的情况下，矿物质的再吸收就会不充分，汗液会变得黏腻。此外，如果血液中的水分在短时间内大量转移到汗液中，血液会变得浓稠，这可能导致中风或心肌梗塞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需要特别注意以下类型的汗液：一、很少出汗；二、汗液黏腻；三、汗液有异味；四、从室内移到室外时立刻出汗；五、运动后不容易出汗；六、突然大量出汗。以上情况都需要引起警惕。那么，汗腺功能如何才能恢复正常呢？方法很简单，泡澡时要彻底浸泡，进行适度的运动来促进出汗，不需要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只需适度活动肌肉，让身体出汗即可。大家可以试试看，效果会很好的。以上我详细讲解了汗腺的问题，这不仅是为了防止不正常的出汗方式带来的健康风险，也是为了保护毛细血管不受损伤。希望大家今后能多关注自己的出汗情况。现在为了我们能够永葆青春活力，我已经说明了确保身体内每一个细胞都能够充满活力活动的重要性。全身细胞的活动需要通过毛细血管流动的血液来运输营养物质，并回收废物。如果没有毛细血管，血液甚至无法到达细胞的每一个角落，这将导致供氧不足。因此，保持毛细血管的健康状态至关重要。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为了保持毛细血管的健康，减少食物消化吸收所需的大量血液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减少进食次数，确保有足够的空腹时间。制造空腹时间不仅可以保护毛细血管，还能促进其再生。在空腹时，不需要将血液集中在肠胃中，因此血液可以流向曾经处于幽灵状态的毛细血管，从而促进其再生。一旦血流得到恢复，毛细血管的再生也会被刺激。这真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不是吗？对于那些习惯于每天吃3餐的人来说，突然改变饮食习惯可能有些困难。但是通过今天所学到的知识，我相信你会产生新习惯投入的意识。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在空腹的时间里，让全身的细胞充满活力，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吧。接下来是第3部分，通过激活胎二的食材来保护毛细血管。在前面，我们了解了毛细血管内皮细胞中存在的胎二分子，在这里我将介绍一些能够激活胎二分子的食材。随着年龄的增长，胎二分子的功能会减弱，但通过摄入能够激活胎二分子的食材，我们就可以期待强化毛细血管。首先，我要介绍的是肉桂。肉桂在中医药中被称为桂皮，因为它以促进血液循环、调整肠胃功能和增强免疫力等多种功效而闻名。最近的研究表明，肉桂中含有的桂皮醛成分具有激活胎二分子的作用。通常情况下，当将肉桂用于甜食时，常常会与糖一起使用。考虑到健康因素，如果你想要添加甜味，我建议选择黑糖或蜂蜜。接下来我想介绍的是火胡椒，它也是一种能够激活胎二分子的食材。火胡椒是胡椒科植物，
在日本的冲绳地区被称为岛胡椒，在烹饪中经常被使用。当然，除了冲绳之外，在超市的调料区也可以找到火胡椒，通常被称为长胡椒。火胡椒因其促进血管健康、促进新陈代谢和提高体温的效果而备受关注。在中国和印度，早已作为改善体内循环、防止体寒的草药而使用。火胡椒中的辣椒素成分被认为具有扩张血管的效果，建议每天摄入1点。您可以尝试将其添加到肉类或鱼类的调味中。最后，我要介绍的是另一种能够激活肽2分子的食材，那就是路易波氏茶。路易波氏是一种源自南非的植物，具有排毒功效，有助于清除老化物质和多余的水分，和提高体温的效果。由于路易波氏茶不含咖啡因，具有放松和调节肠道的作用，因此即使在晚上喝也很安心。路易波氏茶在便利店和超市等地方非常容易购买到，请大家务必尝试一下。我也已经长期实践了少食的饮食方式，每天都能感受到健康效果。与以前的每天吃3餐相比，现在几乎不容易感到疲劳，我的头脑也变得非常清晰，集中力和生产力也大大提高，这真是太令人感激了。我个人认为，少食是一种非常值得推荐的健康方法，希望大家也能更加喜欢它。然而，如果您选择少食，一定要确保在少量的食物中摄取足够的营养，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只吃垃圾食品而不注重营养，那肯定会导致身体营养不良。希望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对大家会有所帮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